首先呢，我们先从全世界的观点来看哈，全世界的观点来看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慢慢看到整个台湾来。所以其实能源的话，我们讲说任何科技都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人类服务啊。所以说你任何科技，你一定要想到说，这个科技提出来之后，对整个世界或者对整个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，这很重要哈。那这边的话，我讲说这是我最喜欢拿出来的，当然这个是从一些其他老师们他的文献里面把它揭露出来了。基本上这是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，他提出来说未来50年人类面临的10个最严重的问题嘛。当然当初他有没有把它排序我不知道了哈。但是最起码我觉得每个人见仁见智，我们真的把它就是依照这种排序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提出来说，他提出来哪些样的问题？第一个 energy， 他就把它放在第一个能源。当然这是有时空背景的，因为他可能在2000年左右提出来，那时候的能源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，所以他把它放在第一位。第二个水资源，第三个食物，第四个环境，第五个贫穷。第6个那个恐怖主义跟战争，第7个类似那个 AIDS 那种疾病啊，或是那时候有 SARS 那种任何那种疾病，然后第8个教育，第9个民主化，第10个人口问题。那这边的话，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是什么？把能源跟环境跟什么人口问题结合在一起。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是息息相关的，能源跟那个食物有没有什么相关？有啊，你很多食物是要靠能源去培养出来的，但都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都是有的。只是说他提出来的，我想大家都应该没有什么意见，说他提出来是这些是不是问题，应该都是问题。只是说它的严重性，或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它，可能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了。人口问题是一个很重要，其实等一下我们就是会把人口的那种成长大家介绍一下，真的人口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那他也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就是说，那我们要宣导落后国家做一些节育哈。那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变成说，你宣导跟强制，他也提到说中国大陆那边一胎化的问题，那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那个生产的计划的一个问题嘛，就变成说你一个宣导跟一个跟计划性强制性的，那个效果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你今天能做强制吗？比如说，我们常常在讲说，其实能源问题，能源那个价钱突然大增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些比较他开发中的国家，他想要进步，那进步的时候，你发现说那个时候使用能源的那个成长率是最高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只要讲2个地区就好了，中国大陆跟什么？跟印度。如果这2个地方它的生活环境想要跟我们一样好，你说那个能源的消耗会多么的它的成长会多么的快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，当然我们就是想说，那我们希望可以宣导大家节能嘛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去强制说这两个国家地区他们不能发展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的人权啊。你不能讲说你今天生活得很好，你希望说你们因为人太多，所以你们就不要生活那么好，这样不要跟我们抢资源，这是一个不对的一种态度嘛。那刚才也是一样，人口也是一样啊。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，大部分现在人口成长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在非洲啊。那非洲这个地方，那你就知道说，非洲的人口成长导致很多非洲的小孩子他营养不良。你也知道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现象？但是对，你可以宣导他们，希望他节育。但是以非洲人的观点来讲说，我多生一点，我就多一点劳动人口。那我就可以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啊，所以说你叫他节育的话，有时候在剥夺他认为说他可以往前进步的一个空间这样子。所以说你只能用劝导的方式，你也不能用强制的方式，所以效果就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那你是说人口太多，但是台湾的问题呢？台湾的人口会越来越少啊。我们常讲说，再过2-3年，所谓的人口红利就会没有。什么叫人口红利？对，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工作的人口就会开始变少。我们台湾的人口大概还会持续增加一阵子，但真正会等到台湾的人口变少的话，可能还要往后延一点。但是再过几年，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说，你可以工作人口就开始减少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整个台湾，我们现在台湾最担心是什么？就是这种老人化嘛，就跟那个日本一样嘛。所以
这个就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在讲说这种问题就是非常的显而易见，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，但是怎么解决？不能，很难解决。那当然，其实最好解决方式是说，大家如果都清心寡欲，对不对哈？你就少用东西，少享受，少生小孩。那少生小孩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观念了哈，但就是说最起码节约用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但我觉得就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。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要长时间的，而且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，你真的是要得到那些大家的认可也是蛮难的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上这门课，我上完都会觉得对世界很悲观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那你就好好的回去自给自足吧。然后我们就回到农村里面，然后买块小田地。如果你还有钱买小农地的话，然后就自给自足这样子。其实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是问题蛮大的哈。当然我们讲说，其实我讲过说，所有的科技是为了人的生活嘛。所以人口，我们就回到人口来讲，好，人口可能，然后我也讲也讲过说，这所谓恐怖主义的话，这个东西也是有观点，因为观点不一样的话，它或许我们诠释的方式也是不一样。